外行看热闹，内行看门道。大家好，我是 William。今天我要给大家带来一期干货分享，就是来看一看一步到位可以获得护照的国家都有哪些。我们今天分析的顺序呢，会从英国的《金融时报》的排名说起。英国的《金融时报》全称 Financial Times。它的官网是这样写的 ：Financial Times is one of the world's leading news organizations, recognized internationally for its authority, integrity, and accuracy。翻译过来就是FT 是世界领先的新闻机构之一，它被国际广泛的认知于权威性、公正性和准确性。所以可以看得出来FT 金融时报是一家严肃媒体如果各位在英国的小伙伴买过金融时报的报纸，可以知道这个报纸版面首先非常的大，而且上面的字密密麻麻。那么它旗下有一个排名叫 PWM。 什么叫 PWM 排名呢？它的全称叫 Professional Wealth Management。 可以看得出来，这个排名里面有3个关键词：第一，专业；第二， Wealth 财富；第三， Management 专业财富管理排名。这个排名当中并没有出现护照、国籍、移民等等这样的词汇。这个排名本质上它是一个专业的财富管理排名。这个就要说到英国的历史。小国护照、第二国籍起源于欧美这些发达国家最早呢是在上世纪80年代开始兴起。在这个项目的前20-30年，主要的 CBI 投资入籍的客户都集中在欧美这些发达国家主要集中在一些高净值人士，他们的资产在本国已经积累到了一定程度，需要把自己的资产进行国际化或者进行税收的规避，所以他们选择了投资移民项目。那么在2010年之后，随着中国的经济的突飞猛进的发展，那么中国的客户也越来越多的选择 CBI 的项目。今天我们分析的聚焦点我会放在加勒比护照。在节目的最后，我会告诉你我为什么不这样做，以及我这样对比的原因是什么。我们先来看一下《金融时报》的排名，它把全球所有的投资入籍项目进行了总结和打分。它的评判标准一共有9个重要的维度。我们先来看一下这9个维度分别是什么。第一是旅行的自由度，也就是俗称的免签国；第二，宜居水平；第三，性价比，也就是它的办理的投资的金额；第四，要求居住的长度，也就是我们通俗的讲的移民监；第五，申请的周期；第六，申请的难度，其实就是处理的效率和专业化的程度；第七，尽职调查的严格程度。背景调查我一直在之前的视频也强调，是投资入籍中非常关键的一个环节。任何一个国家都非常重视自己的公民，尤其是新入职公民的清白的廉洁的程度。第八，就是携带家属的成员。第9是它的声誉和项目的稳定性。金融时报从这9个重要的维度进行了排名，我列举了前几名，大家可以跟我一起看一下。第1名多米尼克，第2名圣基茨和尼维斯，第3名格林纳达，第4名圣卢西亚，第5名安提瓜和巴布达，第6名瓦努阿图，第7名马耳他，第8名黑山，第9名土耳其。排名第1的多米尼克在第3项最具性价比和第4项居住要求的长度，以及第7项尽职调查的严格程度，和第8项携带家属的成员，和第9项声誉以及项目稳定性，这几项当中都排名第1。所以我们今天的分析先从第1名多米尼克开始。我将从这4个方面介绍多米尼克的快速入籍项目。第一就是投资金额。多米尼克快速入籍项目投资金额最低是10万美元的捐款，或者购买不低于20万美元的房产项目。第二呢，就是它可以申请携带的申请人数量，包括主申请人之外，它还可以携带配偶、子女以及父母，包括兄弟姐妹。这里我着重强调了一下兄弟姐妹，因为并不是所有的项目都包括所以在这个申请人的携带数量的方面，多米尼克也是排名第1。免签国这边我给出了2个名称我并没有简单的罗列这个数量，最后我会告诉你为什么。多米尼克可以免签俄罗斯和中国为什么这2个国家非常重要呢？因为在前面的视频当中我讲到，其实投资入籍项目最早是兴起于欧美这些发达国家。那么由于历史和政治的原因，欧美的发达国家去俄罗斯都是需要签证的，很多商人跟俄罗斯有着重要的经济往来，对于他们来讲，选择护照能否免签俄罗斯就是一个非常重要的 criteria。 所以我把俄罗斯放到这个关键的指标内。为什么我把免签中国也列在里面呢？原因当然跟俄罗斯很相近可以免签中国的我们熟悉的国家有哪一些例如日本和新加坡这2个国家是我们熟知的免签中国的国家。
我记得之前我有同事呢是新加坡人，所以他到中国的出差就非常的方便，他可以随时来中国进行出差啊。作为国际化的公司，就有很大的便利性啊，公司就很愿意派他到中国进行出差。有的时候呢，时间超过15天之后呢，他会转展到香港啊，出境一次，然后再重新入境，又可以获得15天免签的时间。因此，能否免签中国也是非常有价值的一个重要的指标。在国际声誉和项目的稳定性方面，多米尼克也是排名第一。这边我写了很好。圣吉茨啊，可谓是这里面资格最老的一个项目啊。它从上世纪80年代就开始投资入籍项目，它的投资金额呢是15万美元的捐款，或者持有20或40万美元的房产。申请人的附属申请人可以携带配偶、子女、父母，但是不可以携带兄弟姐妹。它的免签国呢有俄罗斯，但是没有中国。它的声誉啊和项目的稳定性，这边我写了一般。为什么这样讲呢？原因是圣吉茨的前总理道格拉斯在退休之后又申请了多米尼克的护照，成为了多米尼克的公民。这个事情后来被曝光了之后最后他本人还被告到了加勒比地区的最高法院，并且现任的圣吉茨总理也被爆出持有多米尼克的护照。那么听到这个新闻呢，是不是感觉就好像被爆出某一个明星或者某一个富豪突然被爆出持有加拿大或者美国的绿卡或者某国的护照等等？移民呢是一个个人的事情大家都是来去自由，自由选择，大家的选择都是为了对自己更有利的方向进行选择。那么格林纳达的最低的投资金额呢是15万美元的捐款，或者购买35万美元的房产。它的附属申请人可以包括配偶、子女、父母以及兄弟姐妹，所以这点跟多米尼克是一样的。那免签国方面，它也是包含俄罗斯和中国。在国际声誉和项目的稳定性方面，格林纳达也是表现得非常好我们知道格林纳达是加勒比地区唯一的一个可以申请美国 E2 签证的国家，但是对于美国 E2 签证来讲，它首先取得的方式并不是那么简单它需要你在美国有真实实体的经济活动、商业活动，并且还要保证这个商业活动有一定的盈利能力对于格林纳达的本国的公民来讲，它长达很多年内每年通过申请 E2 的人只有个位数甚至最多也就是10几个人。所以作为新入籍的各位朋友，你是否能够符合美国 E2 的条件是能否真正的申请美国 E2？ 好，这个是排名第3的格林纳达好了，我们来看下一位圣卢西亚在投资金额方面是捐款10万美元，或者购买30万美元的房产附属申请人可以包括配偶、子女、父母以及兄弟姐妹。但是在免签国方面，各位要注意了，它既不免签俄罗斯，也不免签中国。如果你在俄罗斯和中国有一些生意你选择圣卢西亚护照就很遗憾两个都不免签。那么在国际声誉和稳定性方面，圣卢西亚是比较好，因为它的项目本身也比较新是加勒比地区较晚推出投资入籍项目的国家。加勒比5国排名第5位的是安提瓜和巴布达，也就是安提瓜护照。安提瓜的投资金额是10万美元捐款，或者40万美元房产。那么如果你的家庭成员比较多安提瓜的确是一个比较划算的一个解决方案。它的附属申请人可以包括配偶、子女、父母以及兄弟姐妹它免签国呢有俄罗斯，但是不免签中国。这边我列出了一条重要的内容，就是居住要求，也就是移民监。安提瓜是这几个项目中唯一有移民监的国家，它要求5年必须住满5天，并且安提瓜在第一次获批之后，给你的护照的有效期只有5年，安提瓜的身份就没有保证5年居住5天的这个要求。最后很遗憾，这个护照是没有办法续签的。另外就是所有的这些申请人到了5年之后，要重新的要再进行一个背景调查以及政府的资格的审查如果你不满足相应的资格，还有可能吊销你的身份这个是导致它排名也比较靠后的原因之一。因为这几个国家都是英联邦国家，并且都免签英国和欧盟的申根地区，在亚洲地区都免签港澳以及新加坡和韩国，所以我并没有举例出来每一个国家具体的免签国的数量是怎么样的比如说140几个150几个，我并没有把这些东西罗列出来。对于这些国家来讲，它的主要的免签国的差别是非常细微的相差的那几个国家其实并不是大家经常去的国家，它们细微的差别主要是集中在
俄罗斯和中国。因此，在免签国方面，我是这样跟大家分析的。另外一方面啊，就是关于背景调查，我这边也着重的有所强调，在选择投资入籍项目的时候，背景调查是各位非常值得注意的。我们选择的这个投资入籍项目的背景调查越严格，对投资入籍的朋友来讲，反倒是越有利啊！我在瓦努阿图的这期节目中，详细的跟各位解释了瓦努阿图遇到的危机。如果各位还没有看，可以参考我这一期的节目。第三啊，就是投资形式。投资入籍国家大部分获得国籍的身份的方式有两种，第一种是捐款，第二种呢是购房。如果选择投资入籍的人数比较少，推荐各位选择简单的捐款啊，这样的话也没有一些额外的政府的费用和政府的手续。但是如果投资入籍的人的数量是全家啊，数量比较大，我建议各位可以考虑买房的形式。第四条，完整的身份。我为什么在这里啊，把这条单独的列出来？因为第二国籍、第二身份并不是我们选择投资入籍的终点，而是一个新的开始。我经常会做一个比喻，就是我们的身份就像一个大楼一样啊，你的第一个身份就建立在你的原始的底层身份这个地基上面。你有几岁，这个楼呢就盖了几层。当你去选择投资入籍，获得了新的身份之后，就相当于在一片一望无垠的土地上啊，重新开辟了一个新的身份，重新开辟了一个新的地盘。你在这个地盘上又可以搭建自己想要的王国。完整的公民身份啊，不仅仅包括只是一本护照和入籍纸，它还包括你是否能在这个国家啊正常的开出，比如说婚姻证明啊、税务证明、住址证明、电话等等一系列的材料啊。因为往往选择第二国籍和投资入籍形式的朋友，都是一些在国内非常成功的企业家啊或者商人。很多人会用第二个身份持有信托或者股票或者其他的金融的衍生产品因此这个身份是否稳固，是否有良好的信誉，是否能为你达到安全持有资产的目的，就显得额外的重要。今天我跟各位分析了加勒比5国投资入籍项目几个非常重要的关键点，在下面的节目当中，我会跟各位介绍排名第一的多米尼克投资入籍项目，并且和大家好好深挖一下什么是底层身份，底层身份究竟有多么的重要。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我是威廉，我们下次节目再见。